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个特别的朋友安妈。她来自大陆，已经在美国留学并工作了很多年，算是地道的美国生活专家了。但这次她去了台湾出差，体验了一番和美国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她在视频中会分享台湾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让她惊讶的地方，以及台湾和美国的生活差距到底有多大，真的是让我都没想到。所以今天的视频，安内将给大家带来她的亲身经历，带我们一起感受那些台湾特有的生活方式，看看美国人眼中的台湾是怎样的，你们肯定会惊讶。以下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她的经历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一位来自大陆的女生，已经在美国留学和生活了好些年。最近公司安排我去台北出差，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我在台湾出差时的下班生活。说实话，台湾和美国的生活差距大到让我都感到惊讶，简直是目瞪口呆。你能想象吗？美国的下班方式，那简直就是快节奏，忙碌忙碌再忙碌。但台湾，哇，真的是让你放慢步伐，慢慢享受每一分钟的放松。今天我就来带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反差，看看台湾的下班生活究竟有多奢侈，美国的标准生活和它相比差得有多远。究竟是什么让台湾的下班时间如此放松惬意？究竟有哪些美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，让我在台湾感到如此满足？一起来看吧。现在我们正准备出门，第一站是永和豆浆。虽然这家店看起来和我以前在美国看到的传统小店有些不一样，但它的菜单上居然还是有我最喜欢的米浆和烧饼夹蛋。说实话，当你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发现想吃一碗地道的豆浆、烧饼夹蛋可真是不容易。在台湾能吃到那个刚出炉的烧饼，外脆内软，里面夹着一颗刚煎好的蛋，香气扑鼻，口感简直绝了。美国虽然也有卖烧饼油条之类的台式早餐，但价格却贵得离谱。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吃了一个简单的烧饼夹蛋，那时候还不算税，居然就要$7，差不多210台币。这可是普通的简餐哦，而台湾的这些小店，价格亲民，味道却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出幸福感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台湾的早餐店真的是太贴心了。在美国，我们如果错过了早上时间，想吃到正宗的台式早餐，基本就得等到下一次。而在台湾，即便我下午2、3点才起床，很多早餐店依然开着，而且有些甚至开到深夜。这让我第一次觉得，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错过早餐的烦恼，只要你在台湾，任何时候都能吃到你想吃的美食。这简直就是一种生活的幸福感啊！吃完早餐，我们打算搭捷运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不得不说，台湾的捷运真的是让人又爱又羡慕。捷运车厢里面超级干净，车站也整洁有序，一切都井井有条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台湾的捷运方便又省钱，根本不需要担心堵车停车的问题，搭乘起来特别舒服。对比美国，出门基本都得开车，停车也是个大难题，更别提地铁了，那种脏乱差的感觉真的是不敢想象。如果我有朋友来台湾，我一定会推荐他们多搭捷运。除了便利，捷运站内的一些小店和书店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总是忍不住逛上一逛，挑挑选选，花上几分钟买点小东西，真是有点像城市里的小确幸。到了目的地，我们在一间复古又有点文艺气息的咖啡厅停下了脚步。作为一个重度咖啡爱好者，我的下班时间基本上离不开去喝一杯好咖啡，享受一下自己的小世界。在台湾，你能发现每一间咖啡厅都独具特色，有的店铺小而温馨，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读书，有的则设计得非常现代，透着一种摩登与舒适并存的氛围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台湾的咖啡馆普遍有着一种不急不躁的氛围，你可以慢慢享受一杯手冲咖啡，
完全不需要急着吃完就走。这种慢生活的节奏是在美国完全找不到的。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和朋友们一起去一家咖啡馆，大家坐在里面喝咖啡时总觉得氛围很急躁，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生活节奏快，大多数人都在为下一件事忙碌，甚至会在咖啡店里快速抓拍一口咖啡，然后急匆匆离开。反而在台湾，你可以选择一份慢享生活，选择放慢步伐，细细品味每一口咖啡，享受一下在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宁静。到了晚餐时间，我约了台湾的朋友一起去居酒屋。居酒屋可真的是台湾下班活动的代表之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美国也有居酒屋，不过和台湾的居酒屋比起来，根本不能叫做正宗。台湾的居酒屋不仅有道地的日式料理，而且酒品也特别丰富，从清酒到啤酒，再到各种特色饮品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而且台湾的居酒屋给人的感觉特别温馨，不像美国那种地方大家坐得紧紧的，每个人都低头忙着看手机。台湾的居酒屋，和朋友一边吃着小吃一边聊天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场所。直到最后，连聊天的内容也慢慢变得愉快起来。再说说台湾的菜色吧，真的有不少我在美国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在美国的居酒屋，菜品单一，酒的种类也很有限，感觉就是应付一下的样子。而台湾的居酒屋真的是随便挑一道菜都能让你觉得惊艳，特别是那些小吃，什么炸鸡块、烧鸟、关东煮、刺身，每一道都是极致的美味。吃上一口，你会忘记所有的烦恼。最开心的就是每一次和朋友在一起，围着桌子聊天喝酒，气氛轻松自在，完全不用担心时间过得太快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又去了一家特别的发廊，这种冲动大概只有台湾的生活方式才会激发我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洗个头有什么大不了，但在美国，你要去发廊洗头，首先得预约，洗头的价格还不便宜，而且洗完头之后还要自己吹干。但在台湾，发廊几乎都开到晚上9点、10点，随时可以进店享受。而且台湾的洗头服务真的特别舒服，你躺在那里放松的根本不想起来。洗完头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这种在忙碌工作之后的小确幸，真的是美国无法体验到的奢侈享受。回到家，我发现肚子有点饿，心里突然很后悔没有先买点东西，于是我打开外卖 APP， 想点宵夜，准备边吃边继续处理工作。你知道在美国这个时间点，外卖几乎都是快餐，比如炸鸡、披萨什么的，吃的虽然方便，但就是没有那种享受的感觉。可在台湾，外卖选择丰富到让我眼花缭乱，我随便挑了一个拉面和日式炸鸡，等着他们送到，完全没有任何压力。更令我惊喜的是，很多地方居然开到凌晨。真的，这种餐饮文化的便利性和人性化，完全是美国无法比拟的。总的来说，在台湾工作和生活，真的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体验。美食、交通、居酒屋、咖啡厅，甚至是发廊和按摩店，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到舒适和放松。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慢生活，来台湾吧，因为台湾的美食实在是太诱人，真的抵挡不住。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下次的旅行了，哈哈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安奈的分享怎么样？你是否喜欢呢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下期见了。